美日韩三国领导人呢，在美国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会议。在长达4个小时的会议之后啊，三国通过了3份文件。那么这3份会议文件主要讲了什么？到底形成了一些什么东西？有何意义？高先生如何观察？核心一点就是要加强全领域的，而且是深度的合作，超越过去历史几个国家之间的这个障碍。然后呢，目的就是要实现一个在合作的基础之上达到各自的目的。但是这一次，我认为是最实质性的，真正的一次在同盟关系不仅赴约，而且有升级，就是他把一个原来的2个双边关系，正好趁着现在尹锡悦上台，有了一个机会，美国就趁势，而且美国确实也希望用这个办法来表明自己和特朗普不同，这很重要啊！大家不要老觉得好像是美国要绑日韩，这还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日本、韩国有危机感、有担忧感，他要把美国绑在他们的这个安全车上，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双边互动当中的一个新特点。有西方媒体就分析认为呢，美日韩啊现在还没有达到真正的军事政治同盟的这样的一个程度。邵女士怎么看？通过这次峰会，也包括之前3边的互动，其实也可以看出，就是美日韩3国正在走向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政治军事同盟。你比如说这次他们提到出现了紧急事态，要互相磋商，那这个其实也是同盟才会有的一些动作哈。你比如说北约每年都有外长会议啊，什么峰会呀、国防部长会议啊，那你看美日韩3国也有了。还有就是他们举行了这么多的演习，那这个演习不是一般的演习，它是很高端的，比如说防空反导。那你这个反导的演习，这个涉及到非常核心的东西，然后共享一些军事上的情报，比如说朝鲜的弹道导弹的一些信息，所以它的这个合作其实都是高端的合作，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军事合作。所以我觉得从实质内容上看，这3个国家离那种正式的政治军事同盟已经不远了，而那种正式的同盟，可能他们永远不会去做，不会去把它落实，但是他已经给它塞上了非常具体的内容。邵女士，您是导弹火箭方面的专家了。那么这次会议以及相关文件当中涉及到定期军演以及导弹演练等方面的内容，您怎么看这方面的内容？实际上最近几年呢，就是美日韩3国都在搞一些军演，而且呢，这个军演呢，就是都是很有特色的。一个是喜欢搞那种反潜的演习，这个反潜呢，我觉得主要是针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潜艇，可能是那种弹道导弹核潜艇，或者是能够发射弹道导弹的潜艇。比如说现在朝鲜，它也在发展就是海基的核力量，所以3国呢会进行反潜的演习。另外呢就是反导。反导演习其实已经举行过好几次了。那他们的理由呢，就是面对朝鲜的导弹威胁，就这种演习它非常有针对性，就是表面上看它可以是针对朝鲜，但实际上呢，它可以针对其他的军事大国。你但凡是有这个海基核力量的你有这种洲际导弹或者远程导弹能力的国家，实际上都在他们的防范范围之内。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美日韩3国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向。美日韩这次戴维营峰会啊，提及中国，主要是涉及到南海和台海。在美日韩峰会召开之后的联合记者会上，拜登强调，在地区发生危机的时候，3国之间会有一条热线啊，会分享信息，并且协调回应。我们假设一个问题啊，因为实际上庚先生已经谈到了地区问题，台海就是地区问题。你现在美日韩3方，那实际上就是把韩国带到这个局里面来。一旦台海有事儿的话，3国协调，韩国会怎么回应？这条热线也许在半岛有事儿的时候会帮到韩国，但是在台海有事儿的时候，会不会烫到韩国？邵女士怎么看？我觉得会，就是对韩国来说这是一个坑。其实韩国和中国还是有很多的合作的，咱不说经济上，你就说半岛问题。无论是半岛的和平还是朝核问题，这个中国的作用，这个它是无法忽略的，它必须要尊重中国。那么韩国现在之所以跟美国走得这么近，我觉得一个就是尹锡悦个人的政治野心嘛，韩国要做世界枢纽国家；再一个呢，也是我觉得朝鲜这几年就是核导能力发展的太快了。
真的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朝鲜现在能力这么强，他肯定是很紧张的，所以他更多的是想通过跟美国这个关系来解决他的安全压力。但是呢，现在美国就把这样的一种关系呢，就夹了一个私货，那就是可能在对中国的问题上，你就得要服从于我的这种战略需要。所以我觉得韩国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迫的绑到了这个战车上。我觉得韩国的想法完全错误。你这个问题，你想让美国来帮你解决是缘木求鱼的，你要另辟蹊径。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僵局之下，韩国其实是最危险的。他们看不到这一点的话，恐怕就跌进去的不是一个坑，而是甚至是赌上国运。火海，我觉得是个火海。所以他真的是解决半岛的问题，他不能只投靠美国，他需要中国，需要俄罗斯，其实需要这些对朝鲜更有影响力的国家参与进去。不仅仅是这个外部世界的环境的问题，他和朝鲜之间同一个民族，同一亲兄弟，如果发生这种冲突的话，不管是什么样，谁胜的话，对整个民族来说都是一场灾难。那么在这种新的情况之下，真正解决世界和平的问题的路径应该是什么？一定是和平、合作、和解。对。那么现在美日韩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选择竞争和对抗。这条道路对韩国一定是一场灾难。所以我想呢，自己的问题没有解决，同时又把这个矛头又指向了台海。我想这个韩国肯定是打错小算盘了。如果台海真的发生危机的话，韩国会往里面卷吗？耿先生怎么看？我觉得这要看当时的韩国政府是谁当家，这很重要。如果是尹锡悦的话，那很难说，因为他还有几年的任期。如果这个期间他不倒台的话，万一这个时候要发生什么事儿的时候，他一定会用打台湾牌、得罪中国来交换给美国送投名状。而且现在他已经就有点上了那个船了，上了贼船那感觉似的，他有点下不来了，他只能往前走。但是我是说，一定要注意到，有些事情是长期的、结构性的，比如说美国、日本的态度。韩国现在出现的变化是一个短期的、暂时的。我们接下来再说说南海，因为美日韩的这个联合声明当中也提到了南海。其实就在美日韩举行峰会的时候，外媒突然爆出了消息，说中国呀在西沙群岛的中间岛建了一个简易机场。而外交部的发言人对此的回应是：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搞建设无可非议。中间岛的机场和马里兰州的戴维营会议之间有关系吗？高先生怎么看？我觉得第一个也确实必须明确，这个中间岛、西沙群岛，这就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在这上建任何设施，都是中国国家的权益。那么这里面呢，我想这个非常明确，就刚才你提到的，是外媒突然报道。但外媒为什么要报道？怎么突然间报道？中国这个建的设施多了，这个有机场，我们还建个大楼呢，还建了足球场呢。这些为什么早不报道，晚不报道？恰恰这个时候报道，实际上呢，也就是这个外媒究竟是谁，它背后的，我觉得去找一下还是看得比较清楚，就是要给这次美日韩峰会最后不仅指台湾海峡，还要剑指南海，找到一个借口。所以呢，我想这个如果要说有关系的话，那是这个美日韩找到的关系。事实上呢，我想我们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建任何和其他的外部世界没有关系。这次戴维营峰会啊，或许是韩日关系的一个里程碑。可以说啊，正因为韩日关系的缓和，才使得这次峰会有了可能。但是呢，所谓的韩日和解还会进一步发展吗？高先生怎么看？实际上，我觉得这个美国在设计相关的这个机制的时候，实际上背后是有一些担心的。美国自己也很清楚，从特朗普到拜登，我们看美国的政策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还是这个作为3家的主导国家都有这么大变化。那将来会不会换了一个新政府，所有的东西全变了？所以他就一直在不断的在通过机制的设计，担心这种机制将来会回潮。现在尹锡悦政府确实走得有点非常远，在对日本的很多政策方面是超出了，我觉得他已经超出了韩国民众的这种接受程度。和解会不会进一步发生？我想在尹锡悦政府时期，可能还会从政府的角度来讲会做一些政策，但是从2个民族从根本上和解的话，
我并不看好。没有原则的和解和不正义、非正义的和解，我们任何人都应该提出批评。就是你这个和解是为了和平，为了发展，为了合作，你这个和解才有价值。你如果说和解是为了讨好一个这不应该讨好的这么一个对象，然后想去为了你的一种不正义的一种利益服务，比如说给美国送投名状，他其实讨好日本，他主要是冲着美国的，他主要不是冲着日本。就尹锡悦本人对日本有多好感也说不上，但是他是主要是为了讨好美国，而且最重要的他是觉得有朝鲜的压力。这次美日韩的峰会呢，其实是打着应对朝鲜威胁的这样的一个旗号而举行的。而接下来呢，21号到24号，美韩马上要举行已知自由卫士军演。那么朝鲜有可能做出什么样的回应？朝鲜会以射弹来做回应吗？那么下半年的半岛局势会进一步的紧张吗？耿先生怎么看？朝韩关系在现在韩国这么大的变局的时候，朝鲜虽然是在频繁的射弹，它重要的还是针对美国的啊，它主要还不是针对韩国。但是在尹锡悦这些表现当中，这个朝鲜一定会有反应，有更剧烈的反应。但是我估计有惊无险。为什么呢？因为最直接的是中国在背后会起一个相对稳定的作用，使这个事态不至于发展到一个美国特别希望看到的那么一个局面。前不久，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要求军队进攻性的做好战争准备，怎么来解读朝方所释放的这个信号？美国在朝鲜半岛有驻军，而且美国本身呢又对朝鲜有一个延伸核威慑。过去呢是嘴上说说，现在呢有一个什么核磋商小组，而且呢美国的战略轰炸机，包括弹道导弹核潜艇，也在韩国有过短暂的部署。所以朝鲜今年试射了2次火星炮18，这是固体燃料的，而且还是车载机动发射。所以这些我觉得，其实是拉抬了半岛核对抗的风险。日本现在究竟是什么打算？在和美国配合的同时，是不是也在和美国进行博弈？日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说这个从战略来讲，美国是推手，但是从这个精神层面来讲，日本是一个真正的设计者。那么如果看一下，就是很重要几个概念，一个是印太战略，自由与开放的印太，这些概念都是安倍提出来的，当年纯粹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一个地缘政治概念。这个概念要干什么？实际上可以体现出日本，特别是在2010年以后，中国 GDP 超越了日本以后，日本就有一个实际上从结构上来讲，内心的这种焦虑在里面，所以一直要改变。那么现在日本怎么去改变这种情况？就是搭上美国这样一个大腿，然后跟美国之间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如果在美国有一个重要的竞争对手是中国，那日本要做什么事情？就跟美国一起共同来推动对中国的这个战略的遏制。遏制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就是如果有可能的话，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正常国家。日本实际上有宪法第9条存在，日本就不是一个正常国家。日本的这个打算还是比较清楚的，跟美国之间也是有底下实际内心层次还是有深刻的博弈的。对，美日韩戴维营峰会开完了，在此之前呢，其实人们最大的一个担心就是这次峰会啊会把新冷战带到亚太地区。那么现在新冷战真的来到了这一地区吗？邵女士，我觉得正在新冷战的路上。美日韩3方在戴维营的会议，实际上传递的就是这样一个信息，就是他们特别强调价值观，用价值观把东北亚地区划分为2个阵营啊。那美日韩就代表善的一面，在安全上，其实3方已经成为一个准军事同盟了。过去我们认为这种经贸关系啊，包括科技方面的合作呀，可以是一个缓冲垫儿，可以是一个起到一个就是缓解双方关系紧张的这么一个目的。现在看来，它会成为一个新的冲突源。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双边的这个关系，或者整个地区还有人在谈这个新冷战这个问题？就是因为美国传递出来的信号和他做出来的政治表态之间的差距很大，言行不一。对，说一套做一套。这里面美国说这个我不主见反对中国的同盟体系，这次的美日韩我们看得很清楚。美国说不和中国打新冷战，但是天天在强调民主和威权叙事，这就实际上把意识形态推到了很前沿的这样一些地方。所以究竟想干什么？所以这是给我们今天地区造成了很多的困惑。
尽管地区面临着冷战的风险，我想这么说，但是这个也很大程度上不仅取决于美国的政策选择，没错，也取决于中国的政策选择。在亚洲，在中国可以主导的这个范围内，中国不会允许有新冷战，因为它不是中国的目标，而且是中国要坚决反对、抵制和避免的这个发展结果。日韩也许是在想啊，这是在安全上依靠美国。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可能还是想在经济上继续享受中国发展所能够带来的红利。对于这样的一种想法，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反过来讲，我们现在是不是也面临一种困难？也就是一方面呢，我们要尽可能的使日韩不要站到我们的对立面去，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形成阵营化对抗的格局的可能性也在增大。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克服这方面的困难？高先生，我想最关键的一条就是我们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现在日本和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都是中国，现在是3600亿。如果我们在这个更稳定的这个在供应链全球大调整的这种情况之下，不是3600亿，而是4000亿之间的经贸联系更加紧密了。我想这个我们拉住日本和韩国的这个抓手就更有效。我们要明确一个大国的底线在什么地方，比如说类似像台海，如果有人把手真插进去，插到这里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的地方，绝不手软，把这个底线要画得特别明确。这个软的方面我们还要做好。最近呢，这个中日韩秘书处就组织中国、日本、韩国3个国家的青年学生在一起，这个先到北京，后来又到成都。年轻人之间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历史记忆？有没有真正的和平合作的意愿？这个才是我们应对目前困难的最好的抓手。更深度的去开放，然后呢，让利益呢进一步的去捆绑，最后呢，形势比人。欢迎回到决胜制高点，我是克奇。最后啊，我们就一个问题：美国对华新冷战是要来了吗？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我想我们能否避免新冷战，事在人为。中国要拒绝新冷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在过去冷战当中，他觉得他是个胜利者，所以他想要故伎重演，但是他不会得逞，因为时代已经变了。刻舟求剑的那种要搞冷战的游戏的人，最后一定会失望。